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开始进行海试，印度媒体呢非常嗨，他们认为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要比中国的国产航母更好。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？8月4号，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终于进行了首次出逆航，这引起了印度媒体高度关注。印度国防新闻报道说，维克兰特号是印度有史以来设计和建造的最大、最复杂的军舰。那么这个结论应该是没错的，它确实是印度有史以来设计建造的最大的军舰。当然，航母要比其他军舰更复杂，这个结论应该也是没错的。但是该舰呢，也是印度建造周期最长的海上平台之一。它的另外一个平台呢，就是印度自己建造的千机者号核动力潜艇。印度不管建什么样的装备，它的周期呢都是比较长的。维克兰特号航母它始建于2006年，预计呢2022年，也就是明年开始服役。原计划是2017年、18年就要列装，现在已经推迟了好几年。哪怕就是2017年、18年列装，它的建造周期也远远超过中国自建的国产航母的研发周期。那么，即使是一切顺利，到了2022年，它可以进行服役了。它整个的研制长达16年。但是不管怎么讲，维克兰特号它的建造成功，如果能够顺利装备部队，那么将成为印度海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它会把印度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新高度。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，它将成为全球第4个拥有双航母战斗群的国家，也是亚洲第2个具备自行研发、排水量达到4万吨以上的航母的国家。原来呢，印度想争第1，它确实是第1个建造排水量4万吨级的航母的国家，但是呢，结果被中国反超。我们的排水量达到6万吨以上的山东舰，开建的时间比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要晚，到现在已经装备部队好几年了。而印度的维克兰特号最快也要到2022年才能列装。显然，它争这个第1呢没争上，变成了亚洲第2。那么这个亚洲第2，印度人也是不服气的，他认为我的质量要比中国航母要好。那么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？他是怎么认为的呢？首先，印度认为自己使用航母的经验在亚洲是最丰富的，仅次于美国和法国。他在里面仅仅提到了他的使用经验超过美国、法国，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国家，也就是过去的宗主国英国。不要忘了，印度过去买的航母都是从英国搞的二手货。他为什么不提英国？恐怕这里面是有一定深意的。可见英国在航母建造方面虽然学到了很多经验，在使用方面也向英国学到了很多知识，但是他看不上他原来的宗主国。因为现在英国搞的航母虽然比它大，但是技术水平呢，他认为差不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用的动力装置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差不多，他也用的是燃气涡轮的发动机，应该说二者拉平了。而且呢，他们都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，但是在舰载机方面，无论是英国还是印度，都只能外购。那么英国外购的好一点，买的是 F-35B， 印度呢，目前只能使用俄罗斯给他提供的米格29K。可以这么讲吧，他不提英国是因为他认为现在只能跟英国水平相当，这个还没有超过英国的水平。但是法国有核动力航母，它这一点呢要差一点。那么除了和美国
法国比，他认为稍逊色一点，已经能够和英国拉平了。那么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相比呢？印度人认为他水平可能还略高一筹，因为中国的航母基本上也是从俄罗斯那儿仿来的，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呢进行了改进改型，因此他们认为印度航母要比中国的先进。理由呢是，无论是中国的航母还是俄罗斯的航母，它的设计基础都是上世纪70年代，而印度的航母设计是什么开始呢？1999年，已经接近21世纪了，因此它可以采用很多的先进的设备。印度哪来的？自己研发的吗？不是，也是靠引进的。它的研发周期之所以这么长，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大量的东西都是来自外国，包括航母钢开始买的是俄罗斯的，动力系统也不是印度自己研发的，而是从国外进口的。雷达系统、指挥控制系统这些装备设备，绝大部分也是通过从以色列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购置的。它把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东西，现在总算是整合在一起了。这个应该说难度要比中国大，因为我们中国的航母上的设备基本上都100%来自国内，我们整合起来比较容易，而印度的整合就非常难，非常难。他要是这么夸口，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。他终于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，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总算把进口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系统设备装在了航母上。当然，装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他刚刚开始海试，海试的结果如何，我们还得拭目以待。不管怎么讲，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开始试航，已经成为印度海军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。一旦突破这个节点，最终能够列装，可以说印度海军的进步呢，应该说也会取得相应的成果。对这一点呢，我们也不要小瞧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